看你这衣着，应是上衣局的吧？一介宫婢竟敢夜半杀人，抛尸井底，可知当是死罪？看你的衣着，并非宫中之人。外男在宫禁时分出现在后宫，你可知也是死罪？这小宫婢竟丝毫不慌，还能反唇相讥。我是否要与阿轩相认？既被你发现了，不如学你一般，杀人灭口。抛个尸也能留下罪证，你也太不小心了吧！宫规森严，私下祭祀，其罪当诛。若大人肯放我一马，我便当作从未见过这罪证。今夜井水不犯河水，你我互不相欠，如何？这个宫婢生死关头面不改色，敢要挟于人，倒是颇有胆识。罢了，他很快就要回军中了吧？还是别让他趟这趟浑水。一张破纸就想威胁我？你知道我是谁？这外头的侍卫很快便要寻到此处，若我高喊一声将他们引来，大人，那盆祭祀的火还没有完全熄灭吧？雕虫小技，还想算计我？大人误会了，既然你我互不信任，那便互拿把柄，当作是一条绳上的蚂蚱。大人，千万不要做损人不利己之事啊！那个蚂蚱如何称呼？凤青。这宫里死个人简单也不简单，何况还是司礼监的内侍。你先活过这一关，才有资格跟我在同一根绳上。这纸钱是为我烧的吗？小时候总跟在本宫身后的少年，何时变得如此伶俐？陈长师，这么晚你怎么来了？奴婢是前来问长师，明日何时去送居衣？看这样子是把人伺候好了。这脸蛋生的勾人，难怪孙内侍喜欢。之前送去那些假装清高的小贱蹄子，一个都不中用。还是你懂事儿。这清白哪有性命重要？明日卯时，你随我去送居衣，待孟贵嫔满意，孙内侍再替我美言几句，我这四锦的前程就不远了。哎呀，原来孙内侍是你引来的，那他黄泉路上怎能少了你这恶人陪葬？吃的倒是快，上衣局果然没让本宫失望。赏是，多谢娘娘。九凤嫡文，此乃皇后懿旨，你吃了雄心豹子胆！不，奴婢不知，不可能！许久未做女工，连这点功夫都不稳了。当年教上衣局绣九凤嫡文的，可不正是本宫这双手？不可能，娘娘，奴婢入宫20年，岂能不知服侍监院是死罪？奴婢冤枉啊！冤枉？难不成这嫡文是自己长上去的？是你！昨夜亥时，我检查过居衣，在那之后，我只见过你。奴婢冤枉，奴婢今日头回见这居衣啊！你昨夜在脂坊，定是你后来绣了嫡文栽赃我，贱婢！我够了。你是那日去兰芷宫送居衣的人？正是奴婢。娘娘明鉴，这九凤嫡文乃先皇后亲自设计，素来唯有上衣局长室才会绣。我一个小小的宫婢，如何绣的？就是你，娘娘，就是这贱婢做的。娘娘，陈长室到底有官职在身，不如我们先处死那个宫婢，给孟贵嫔一个交代。长室，我可以替你冤死，但
这杀头的祸事，若说是奴婢所为，谁又会信？死一个宫婢，你当孟贵嫔是傻子不成？况且那日，正是这婢子圈的孟贵嫔松口重置居医，才让她消了气。娘娘明察秋毫，若非您洞悉缘由，奴婢就算浑身是罪，那也说不清了。你身为上医局长事，居医由你所治，由你保管。如今出了岔子，你是如何也难逃罪责。现在还要攀咬他人，足见其心有异。娘娘饶命啊！娘娘饶命！真的不是我呀，娘娘快！娘娘饶命啊！娘娘，我需要的。娘娘，有人在杀我！娘娘饶命啊！是你陷害我！你此时可知，清白和性命哪个重要？娘娘，有人在当陷害啊！吵吵嚷嚷，扰了娘娘清静，把她给我按死了！陈长史，你作恶多端，本宫这就送你上楼。后宫杀机四伏，我如今身份地位，只有先自保性命，才有机会继续调查大祸。大火绝非意外，不知这里是否会留下些线索。娘娘，你怎么了？医生，你去帮本宫倒杯水。是。那明香只能让我脱离，若幕后之人布下死局，应有后手之物于此地。我那时并未靠近过这主家，他是如何倒下的？其中定有蹊跷。既无其他线索，就从此香的来历查起，或可顺藤摸瓜。冷贵嫔娘娘，你都跪了几个时辰了，身体哪经得住啊？哎，娘娘！官家，冷贵嫔因介绍法师一事，在殿外请罪，已在烈日下跪了大半日了。他喜欢跪就让他跪着，朕倒要看看他诚心如何。娘娘。朕找你来是想问问，近来内侍局办事有所欠缺，你可有察觉？上食局送的吃食略有些简单，上医局的针脚也。若长姐仍在，后宫必定井井有条。可惜婉儿不能为官家分忧。你也想学你姐姐，做皇后？臣妾绝无此心。长姐心怀天下，婉儿远不能及。婉儿心随官家牵动，只是不知做什么，才能为官家分忧解乏。如今中宫空悬，6宫待立，贵妃可愿代设凤仪，暂掌后宫诸事？臣妾惶恐承蒙陛下垂爱，定当尽心竭力，不负圣恩。
青残里之事，你可要好好操持。禀官家，顾玄顾大人求见。臣顾玄拜见官家，婉贵妃。你我自幼一同受教，何必行此虚礼？臣为得圣谕，擅自回京，先后听闻姑母与长姐死讯，纵使抗命受死，也定要赶回来，请官家恕罪。突逢如此变故，朕怎会因你擅自回京治你的罪？姐姐贵为皇后，竟被活活烧死于宫中，臣实在哀痛难平。当年你随军北上，临行前，朕答应你，会照顾好先皇后。你如今这般，可是在怪朕没照顾好她。长姐先逝，官家必定也是心痛，只是大火无情，又怎能责怪官家？先皇后那场大火，朕定会给你姐弟二人一个交代。谢官家隆恩。官家，二姐素来为寒体弱，如今长姐已逝，臣恳请陛下恩准，容臣暂留宫中，为贵妃调养身子。你自幼熟读医典，在军中救死扶伤，这么些年也没荒废本事。即日起，便留任太医署，好生照顾你阿姐。多谢官家。婉贵妃如今执掌凤印，事务繁多，早些回去休息吧。谢官家。微臣告退。你以为长跪殿外就能免去责罚？臣妾不敢。先皇后因灵堂大火殒命，相关人等都罪无可恕，祈福的法师更是难辞其咎，罪当凌迟。不是的，官家，法师是臣妾引荐的，臣妾愿承担所有罪责，自请入冷宫。臣妾只求免去法师死罪，也算为娘娘祈福。自请入冷宫？先皇后仙逝后，臣妾便事事为其诵经。只是为先皇后祈福，那朕便准了，免去法师死罪，命其为先皇后守灵。而你去冷宫为先皇后诵经，非诏不得踏出宫门半步。臣妾领旨谢恩。凡事一体两面，福祸相依，用一人枷锁换白骨生还，万幸，万幸。皇后死了，顾家只剩一个弱不禁风的顾婉。前朝后宫都说本宫该继后位，如今倒好，她不止主持了亲残礼，还戴上了凤印。凤印，你可知这意味着什么？先是居医过敏的事办砸了，害得本宫要亲自去拦旨宫抢亲残礼，结果上医局连夜赶制的宫医又出了岔子，你处置个长侍就想了事？娘娘明察，这扶植僭越，罪当处死。臣妾担心他会供出娘娘，索性杖杀了他。只有死人才不会乱说话。娘娘，那你为何不严加审问，让他供出顾婉那个贱人？这才是为本宫铲除一心患。陈长侍既行此事，定已存了死志，即便是他背后有人指使，恐也难以供出。当真如此，曹丕，你杀了他，没存半点私心。娘，臣妾就是有天大的胆子，也绝不敢背叛娘娘。御医，本宫之前所有的准备全部功亏一篑，眼睁睁看着那个贱人疯狂，本宫实难咽下这口气呀。
娘娘放心，3日内若查不出真相，臣妾愿受任何责罚。本宫的规矩里，废物不配活着。给你1日去查清楚，我要知道此事乃何人所为。活要见人，死要见尸，听懂了吗？曾是孤星的帆，无灯盏，借过你的温暖，何惧孤单？所谓朝夕相伴，交付。